列王殿下托我阿兄彻查军需粮饷情况。我阿兄回信说，今年调拨给西北的军饷仅占半数。不知蜀南那边情况如何？和往年一样，军费被动了手脚，粮食和布匹都是以次充好。为何不上报朝廷？这种事情大家心知肚明，年年都是如此。沿途损耗，各地交付物资良莠不齐，借口多着呢。你要是收了，他们就再不认账；你若是非要清点无误再收，他们能拖死你。要是再把事情闹大了，搞不好还会反咬你一口。如今是太平盛世，他们克扣军饷，还看不出危害有多大。一旦遭遇了天灾或是战乱，国库空虚，这是乱根之祸。其实各地军营都想调查，但奈何户部就如铁桶一般，根本无从下手啊。不如就从孤独园下手。孤独园？孤独园也由军需拨款，而且是最不起眼、最不被重视的分支。我和列王殿下都觉得，那里四处漏风，最容易查出破绽。此法甚好。不过，你什么时候和列王殿下看对了眼，联手查案啊？列王殿下虽看似火爆，但实则君子心性。不过我没有和他看对眼，联手查案不过是适逢其会罢了。平日里你和太子走得最近，你是看他弱不禁风，想寻个人背着，脚踩两条船。别说是两条船，就是再多几条船看看又如何？我就喜欢你这般理直气壮的样子。这要是换了别家女郎，有了这小心思啊，那都是藏着掖着。可你就不同了，你毫不避讳，光明磊落。你怎么还没有把春雪花香换掉？哦，我阿娘走得早，她生前最喜欢用春雪花。我知你追思亡母，不忍换香，但你阿娘的在天之灵，定也不希望你因为她而露出破绽，招来杀身之祸。我倒是有个法子，可以帮你用春雪花为引，调制一种适合男子用的香，这样你以后就能光明正大的用了。那就谢谢西河妹妹了。不用谢我，3000金甲早点给我就好。殿下，郡主的人不知道为何查起了孤独园。孤独园？这董必全管控户部极严，我部署再广，也有顾及不到之处。这不打眼的孤独园，确实是顺藤摸瓜的好地方。哎，等等，把孤独园被暗查的消息悄悄传送给董必全。啊？被逼入绝境，才会铤而走险。去办吧。诺。前头有人劫走了军需粮草，后脚又有人暗查孤独园，这是要断我的活路啊！东宫，这粮草从我们手里出去的时候数量就不对，若大肆追查，必然惊动陛下，查不出是我们的失职。可一旦查明追回，那更不得了了。这上上下下的贪墨之事，可就瞒不住了。眼下，只有我们先拿出钱来，补齐被劫粮草，堵住悠悠众口。补？我们可以从外低价收购粮草，先补些许，避免军中生事。等度过眼前这个难关之后，再从长计议。天元，你去给董必全找一个粮商，让他如愿买到充足的低价粮，补上空缺。交易完成后，再去豫州找2个囚犯。属下明白。郡主揪着孤独园不放，董必全做贼心虚。
这才间接狠狠推了他一把，加快了他落败的速度。属下又一次亲身感受到，您与郡主的手段旗鼓相当。冥冥之中，我们就是会往同一个方向走。殿下，您说的这么复杂干嘛？您直言，郡主哪哪都好便是。前面休息一下，好，这是等的地方。来这个。前面山顶上是发生了什么呀？那么吵闹！快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啊！郡主，郡主恕罪，奴婢保护不力。快起来，此事不怪你们。郡主，属下无能，不该离了郡主。你也起来，不必自责，对方就是冲着我来的。到底是谁用这么阴狠的法子？人已经抓到了，快点，走！今日我与天元来上山祈福，事发时，我们正在半山腰。他应该就是凶手。你们抓我做什么？胡乱抓人，还有没有王法？权贵杀人，草菅人命啊！所有人都涌向亭子，一探究竟，为何只有你逆流而行？我家中有急事，赶着下山不行吗？你抓蛇，避免蛇咬，便在手上涂了雄黄。寻常登山之人，为何要在双手涂满雄黄？我被蛇咬过，涂雄黄防着蛇，犯哪条王法了？小妹妹，过来。告诉阿紫，这条茱萸手串是谁让你卖给我的？是他。哎，你小小年纪，在那血口喷人，胡言乱语啊！啊！你在这里面撒了诱蛇粉，招来毒蛇，利用茱萸掩盖了诱蛇粉的气味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有什么可狡辩？我，还不说实话？是胡侍郎家二娘子，我不敢不从啊。是胡迎让。天元，将此人交给崔进白，剩下他自会处理。诺。走。哎！难得登高，不要被胡家孽女扰了兴致。我请你去茶社小坐，可好？若不是殿下将凶徒捉拿，他早都逃走了。西河谢过殿下。何须客气，郡主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郡主想如何处置胡银让？就让他坐在我在庭中所坐的位置，放出毒蛇，是否被毒蛇咬，是否坠崖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郡主还是如此的杀伐果断，英姿飒爽。
郡主认为胡英绕设计郡主，单单只是因为美貌吗？胡英绕是荣贵妃的远亲，自幼便出入宫廷，荣贵妃对她十分宠爱，一直想亲上加亲。她才是荣贵妃真正意义属的列王妃。郡主，据崔少卿调查，卞仙仪和刺客傅金确有瓜葛，二人青梅竹马，一同长大。派人去抓时，已暴毙家中。郡主，卞仙仪请您去他那儿饮茶，说有要事相告。我还没找他呢，他倒是先来找我了。仙仪向郡主赔罪，想必郡主已经猜到，仙仪是为了寒门举子傅京谋害郡主一事。你是承认你认识傅京了？我与傅京幼时便已相识。我家中获罪之日，他承诺过我定会想办法救我，我就这样数着日子，等了他8年。可是据我所知，这些年你一直是和六殿下两情相悦。仙仪从未对六殿下动情，我自称不愿为妾，与他周旋至今。起初是不敢放开这个唯一的依靠，后来则是想着有朝一日能与傅京再见一面。郡主必然觉得我行径卑劣，人品下贱。我没有这样觉得。你有倾城之姿，又是舞姬身份，若是没有六皇子的保护，怎能安稳至今？多谢郡主。但这些与我无关，你们实在不该屡次牵连到我。是你想要杀我，还是受人指使？恕仙仪无可奉告。那便是受人指使了。为何要服毒？他骗我说，只要毒死郡主，便会放父郎与我离去。可是我知道父郎已经死了，这下我去找他，谁也拦不住。今日我唯有如此，才能保住我的家人。郡主莫怪。来人，快来人！回娘娘，此毒以毒蕈提炼而成，顷刻间便可致人，五脏俱损。宫中为何有这种毒药啊？回禀贵妃娘娘，卞仙仪遣人约我喝茶，谁知她竟服毒自尽。回娘娘，确实2个茶碗里都有毒。启禀贵妃娘娘，茶是卞仙仪亲自沏的，茶房里有很多宫人都看到了。她竟然还说了些奇怪之言，说日后恐不能再与我们一道吃茶。这么说来，事情也就一目了然了。卞仙仪和六殿下的事情，本宫也有所耳闻。
想必六殿下想当众求娶郡主，便先以因妒生恨，酿成大错，也就畏罪自尽了。既然如此，就将他的尸首按照宫中规矩运送出去。诺。羲和，你来皇都已有些时，选中了哪位皇子做你的郎君？陛下的皇子个个天人之姿，但羲和唯独心悦太子殿下。这段日子，你对别的皇子都没有一个笑脸，倒是去东宫去得比较勤密。不过，你也应该知道，太子的身子骨。羲和中意殿下的人品和才学，长相厮守比不过心意相通。我只愿两人举案齐眉，相濡以沫，成就一段佳话。好啊，不过，朕可是知道你阿爹的意思。你阿爹希望你嫁给九皇子烈王。嫁人是羲和自己的事情，太子殿下亦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七郎是朕最疼爱的皇子，你心仪于他，朕甚感欣慰。我看，就等七郎身子好一些了，朕去问过他的意思，我们再做定夺。你阿爹那里，我会提前知会于他。谢陛下。殿下，属下自幼跟在殿下身边，还未见过殿下如此愁肠百结。今日，郡主去见了陛下。他说，诸位皇子之中，都心悦于我。那您扮作华富海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晨露虽短，一生枯藤百年空蝉。良缘一夕，可抵恒沙。”殿下，您看，在郡主眼里，情投意合，胜过朝夕相伴。他可以不在意我的收入，我却不能不为他着想。殿下，您记挂郡主，才不该看淡生死。如今其他皇子已经出局，您才是郡主未来的夫君，您得打起精神来，找到解毒办法，与郡主白头相守。